Hello，大家好。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一定是离不开网络的，无论是玩手机、看视频，还是使用电脑办公，这底层用到的都是计算机网络。你一定零零散散的听过 IP、DNS、域名这些名词，却又不知道它们之间的深层关系。而网络上的视频课程呢，有很多很多，视频的时长也非常的长，难免让大家学起来费时又抓不住重点。因此呢，我将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认为是重点且常用到的内容整理出来，帮助大家快速的串联最常用的网络知识，满足工作生活所需。我们这个视频课程的内容呢，主要是把我认为工作生活中会用到的一些计算机的知识点整理出来，串联起来，让大家能快速的记住，并且真正能用起来，而并不像是一些其他类的那种教学类的视频讲得很细也很全，可是呢又容易让大家记不住重点，也串联不起来常用到的东西，最后反而是花了时间去学习，又真正记住的不多，等用到的时候呢，又很难去记住，又很难去找到。大家可以先扫描公众号的二维码，或者搜索公众号欧极客，然后呢回复关键字获取资料，回复计算机网络或者说网络协议图谱这两个关键字，就能获取到我们这门课程讲解用到的所有的第7版、第8版的电子书以及随书的 PPT 课件，也能获取到 TCP/IP 网络协议图谱，这两个内容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内容呢好好记住啊。那我们这门课程定位呢，主要是为了是把生活中用到的网络基础进行科普，重点定位就是满足工作生活使用。那很多的一些细节的知识点，我们并不会去详细讲解，因为我认为是用不到的。第二呢，我们目标读者是任何人，就是任何你想看他能满足工作和生活的小白，我说你看这个视频都是够用的。那些想看他去学习考试的同学呢，我说你可以拿它当一个入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大纲学，然后你把整个课程的这个知识点记在心里面，在对于一些技术的细节知识点的细节，你再去看书或者看课件或者看电子书都 OK， 自己去补充。我认为这门课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入门那你想考90分是不太可能的。第三个呢，我们希望是任何的内容一定要让大家自己去学会学习，就是你一定是先有需求，然后再去学它。如果你只是为了考试学它，那等你考完试，你这些内容就已经全部忘掉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整理这门课程这个视频的原因。我工作中呢有很多同学都用到都会经常在网络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网络不通DNS 解析等等等，这些东西在我们大学的课程中一定是学过的，但是为什么他在工作中就忘了呢？因为大学学习的时候是为了考试，而工作中呢是实际的一些问题和难点。那所以我说的是，我们一定是要真的有需求，比如说你真的对这个计算机网络很感兴趣，对吧？或者说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些网络问题，你想能快速的串联起来，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去看系统课程，那我想你看这门课程，看这个视频是最适合你的。那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左面这个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的方法，这本书是我认为教学中最好的教材但是这么厚的一个书483页的一个书，如果不是为了考试呢，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全部去看。那真正在生活中工作中用到知识点就那么些，而我也会把这些知识点串联起来放在这门课程里面。那将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常用到的内容呢，我会整理成这个视频，也就是大家能把这个视频看完就绝对是够用了。右面这个图呢是常见的7层划分、5层划分，那这两个也是串联整个我们课程的一个图就是我们应用我们会按照标准的 OSI 呢会划分为7层，而我们讲解主要是按照这5层去讲解。那大家可能会问这个协议划分是干嘛的呢？协议分层呢，就是上一层的用户呢，每一层关注在自己的应用层上就是把一个计算机的这个很复杂的协议分成几个模块，比如说分成5块，每一块呢有各自的这个定义，然后每一层跟每一层之间呢有这个接口，有相互通信的这个协议标准，大家各自呢在各自的层面去开发，
然后呢各自呢满足各自的之间的协议就可以互通，这就分层的好处，标准化分层，你用到哪一层呢，就按照这一层的标准去正常的去开发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就这门课的是课程的目录很多，也很细，我们绝对不会讲这么多，我们只是把一些常用到的东西呢整理出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章，计算机网络和因特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全球网络的一个大拓扑图。因为我们可能平时都关注在自己的家里的这个网络，对吧？用手机连 WiFi 就能上网，用手机打开流量就能上网。那究竟全球网络，你可以在家里就访问到外国网络的资源的情况下，它到底是怎么连的呢？对吧？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国家的网络是互通的，那它真正的互联的方式是什么样呢？对吧？这个图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上面这个 ISP 第一层就是一个各个国家的 ISP， 我们可以 ISP 的全称叫做网络服务提供商。大家可以类比成就是这个就代表一个中国，这个呢就代表外国，比如说美国、日本等等国家，每个国家之间它俩都有线互联的，对吧？所以这就实现了中国与不同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网络的互联，这个内容访问的互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比如说中国内部它也一定是有各个运营商，对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等。而且呢，它又分为各个省份，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等各个省份，每个省份它也一定是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网络。所以这个 ISP 小的第二层，这个层可以理解成各个区域，我们就说的省份级的一个内容。那汇聚成就是各个省份的内容，各个省份的 ISP 提供服务商汇聚到中国的总的 ISP 出口，由这个出口跟其他国家，无论是哪个国家进行互联，这就是全球的一个网络拓扑，对吧？那这个 ISP 比如说是北京的话，那我们北京又分为各个区域又细分街道啊，它是一层一层树状结构的，但这个大网织在一起，你就能实现每一个从小的区域串联到省份，串联到国家，由国家总出口串联到外国的一个出口啊，这一个实际的一个互联的大拓扑图啊。那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我们整个视频内容的核心，大家一定要把这张图记在脑子里面。这个图就是我们整个课程里面的核心的一个图啊。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图涵盖了我们比如说常见到的，这是什么呢？车、手机通过基站连接到网络，对吧？这是一个网络大的一个网络拓扑。那这个是什么？代表是手机、车通过基站，这种移动基站连到网络，接入到网络里面。那这是什么？这大家看到了吧，对吧？国家的 ISP 网络通过这个出口就能，比如说这一个国家的网络通过或者说这个省份网络通过这个出口就能连到其他省份啊，这是出口。这是什么呢？这是家庭的网络，电脑、冰箱、温湿度计，然后呢，通过家里的这个WiFi 路由器，然后通过上面的这个光猫，对吧，连到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就代表你的省份，比如说 local ISP 嘛，对吧？这是你的省份的接入服务接入商，比如说你买的联通、电信、宽带，你是接入到这个里面了。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企业网络。企业网络它是通过比如说路由器、更复杂路由器、交换机、无线 AP、防火墙等等设备接入从网络 ISP 服务商购买的专线 IP 网，然后呢 IP 固定 IP， 然后接入的这一个网络，整个就代表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家用、企业用和移动的手机基站用等等等几大块网络，它们共同构建了这个因特网啊。然后呢，我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数据中心。什么意思呢？就类比，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各个地方都想看视频，看优酷视频、腾讯视频，对吧？那它视频内容呢会存在这个叫数据中心的一个网络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路径去访问它的内容，然后获取网络资源，对吧？比如说你在企业看视频，从这条路线获取到视频内容啊，这就是我们提供网络内容的一个服务，一个网络的一个区域。好，那大家可以看从这个图就往下来划分就我们要先给大家形成一个概念，从大的往小的去想，就是什么叫做边缘网络，什么叫做核心网络。那我们先了解这个边缘网络加核心网络，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知识点
对吧？那这个知识点呢，我们要先讲一个叫接入网。这个接入网呢，就是每一个网络区域的外围出入口。举个简单例子哈，我们最开始我们家里有些同学一定知道啊，我们最开始上网是怎么上的呢？是电话线入户，对吧？我们家里最开始都是先有电话线，然后电话线呢用这种 DSL 猫，然后将电话的数据与网络数据完成拆分与合并。就是有印象的同学都知道，最开始家里会装一条电话线，并通过这个电话线装一个猫，这个猫就能给电脑上网，对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这条电话线又能给我们家里打电话，这个就叫做 DSL 猫，这个叫 DSL 猫。然后共同复用这一条电话线，既能打电话又能上网，这最开始。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边缘接入层。就什么叫边缘层啊？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图，这个呢是核心层，核心网络，对吧？把各个小圆圈啊，把各个圆圈聚在一起，这叫核心层。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边缘层，就是这个看边缘，这就是边缘，这也是边缘啊，这都是边缘层。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块就是，我们家里买了一个光猫，对吧？最开始用的电话线，这接到电话线到这一层，这就是边缘层。我们先从边缘层讲，边缘层，这是边缘，这是核心。所有的网络都是由边缘层串联到核心层，核心层这是 global 的 ISP 跟另一个核心层来串联，然后它下面再继续有很多的边缘啊，这叫网络。核心层、边缘层，每一个边缘层串联到核心层。好，我们再往下走。那大家现在看到了对吧？我们很多这个边缘层最开始呢，是用电话线入户，然后呢用这个猫，这个 DSL 猫，然后上网。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搜，已经很不常见了，这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东西。我还印象中，我以前看到我那个朋友家里面安装了一个电话线，然后他能装上这个这个猫能上网。哎呀，虽然速度很慢，但在那个时候能上网已经是很紧缺的一个资源了，不像现在你买个手机，对吧？装个电话卡。就装个手机卡就能很高速的上网。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最开始呢是电话接入，然后是什么呢？然后就是网线入户了。网线入户呢，就是可能最近也是现阶段一个主流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联通、电信它把那个网线呢接到我们家。这个网线呢，单独的就是能上网的，它不是跟电话复用的。这个网线呢，插在我们自己购买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上，对吧？这个黄色的腕口上插进去，然后再配好这个路由器，然后你就能给家里的所有的电脑啊，无论是在线的还是有线的，都可以上网。那这个方式，网线入户方式和电话线入户方式区别就在于，这个是复用电话线上网，那它必然速率可能就会因为是复用嘛，对吧？你用电话线上网，可能速率就没有那么快。那我们后面的这个中间这个过渡呢，是用网线上网，网线必然是专线专用嘛，它会很快，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入户方式。那现在呢，一个最主流的方式其实都是光纤入户了，就是我们运营商给我们直接连到，对吧？一条光纤连到家里面，有这个光纤连到这个光猫上，光猫上呢，它能通过光信号啊转成电信号，然后进行上网。这个电信号呢再连到我们的这个 WiFi 的路由器上啊，这也是一些常见的家庭拓扑。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接入层，也就是边缘层的一些常见的一个连接方式。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核心网络啊，对吧？我们说了，网络是由核心网和边缘网共同组建的。边缘网就是家里面大家安装使用的，那核心网是什么呢？核心网是实际上就是要用到更复杂的这种核心的交换机和核心路由器，它呢不像我们家里用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两个图片看起来都很厚重的一个网络设备，或者说大家基本上就没见过，只有你在去那种企业的机房或者真正的联通宽带运营商的机房，你才会见到这种东西。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能把各个比如说你这个小区的10几个家庭，那个小区的10几个家庭接到这种核心的交换机上，接到这种核心的路由器上，把大家互通，这叫核心网啊。核心网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叫做链路层工作的叫做2层交换机，然后网络层呢工作的叫3层路由器。这两个层大家能记住就好，记不住呢没关系，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好，我们再往下继续看下面的知识点，对吧？下面知识点，首先这个 ISP 它叫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就类比成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电信啊、联通啊、移动、铁通运营商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什么叫终端呢？只要能上网的这个设备，手机、PC 电脑、服务器、汽车、电视、冰箱、智能音箱等等等能上网的，我们都叫做网络终端。第一章主要是来把网络做一个知识点的一个概述，所以我们现在看这张图呢，就是5层的体系结构。那下面这一块其实就是从应用层的数据封包这个 message， 对吧？我们现在可以过一下，就是到底这几层之间是怎么工作的。比如说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它们每一层之间是如何配合的，如何相互关联使用的。那我们就拿这张图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应用层，什么叫应用层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应用开发想发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我们这叫 message， 这个 M 就 message。我们首先在应用层呢自己定义了一个 message 叫 M， 然后呢当把 M 从应用层下发到传输层另一个层次的时候，这个传输层会在我们的这个 M message 前面加上一个头部，这个头部呢就是传输层的头，就可以理解成从 M 从应用层到传输层前面加了一段数据啊，就是 HT， 然后就是header 传输层嘛，对吧？加了一个头部，然后呢再由传输层把封装之后的数据再传到网络层。网络层又干嘛呢？它又加了一个头部，又在 M 的前面加HT 又加了一个 HN， 对吧？又封包又往前加了一个 HN。这个数据包由网络层呢想传输到链路层的时候又干嘛呢？同样它又在前面加了一个包。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啊，当我们想发一个 message 从应用层向往下发消息的时候，其实这个一层一层在往下套。这个 message 传到了传输层的时候，前面封了一层包，再传到网络层的时候，外面又套了一层包，再传到数据链路层的时候，前面又套了一层包。所以拿这个图来看的话，就是一个 message 到传输层封了一次包，前面呢又传到网络层，前面又加了又封了一个包，再传到数据链层又封了一个包，然后把这个包通过我们的物理层啊，物理层它主要传电信号，就是0101高低电平的电信号发到了我们的什么？这叫链路层交换机。链路层交换机只涉及到物理层和链路层，它没有再往上了。所以看到这儿，从这儿到链路层，链路层呢又发给了我们下一个网络设备，网络设备又发给了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址，目的的一个终端。比如说我们发到了这台电脑上，这台电脑数据包想发给这台电脑数据包的时候，要经过中间一大堆的这个路由器交换机，终于到了它的从网线，对吧？网线是电平信号，这个物理层嘛，收到了这个电信号，然后呢到了链路层，链路层干嘛？链路层它首先解析到这个包，然后它把数据去掉这个 HL， 就叫解包。就是这一层叫封包，发送数据叫封包，接收数据叫解包。那封包一定是一层一层的加数据，对吧？加一层一层的往上加。那解包呢，一定是一层一层去掉。所以你看，接收方的链路层接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它会把 HL 这个头部去掉，发送给网络层。网络层呢，发现收到数据之后校验完没问题，它会把 HN 去掉，发送给传输层。传输层呢再校验一下数据没问题，再把 HT 去掉，最终只得到一个 message M， 应用数据给到应用层，最终实现了是2台电脑真正的把这个 message 发送完成，实现了整个的一个封包，然后传输，然后解包。大概的这个我们其实5层，这个5层一层一层就是封装、封包，然后解包，最终实现了应用层数据的交换。那我们再来看啊，这就是一个更形象的一个举例，就叫数据套娃。应用层第一个 message， 对吧？套了一层娃，再套一层娃，再套一层娃，然后呢把这个套娃给到另一台电脑，这电脑呢解一个套娃，再解个套娃，再解个套娃，最终拿到了这个 message。实际上我们只想发这个 message， 但是要想实现数据的发送，我们要按照标准的这个5层架构的话，就要一层一层的封包，然后传输，一层一层解包，最终才能实现这个 message 的发送。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络里面会关心的一些知识点啊，叫做节点总时延。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什么这个网速慢呀，或者说传输丢包啊，或者说视频卡顿呐，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问题，一是这个网络的质量，对吧？二呢就是这个带宽，第三个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个点叫做节点的总时延。这个节点总时延其实比较复杂，我们主要就关注就是它标准定义叫做处理时延、排队时延、传输时延以及传播时延。那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第一，这个你电脑的数据包发送给一台网络设备的时候，它得先收包，对吧？它得解析到这个包对不对？那解析这个包，它叫做处理时延。处理时延之后呢，它把这个包要排队啊，因为这台网络设备有很多台设备都要把数据通过这台，比如路由器啊、交换机发数据，它有一个队列，就是有个排队的一个排队的地方。那你这个包放进这里面，不是马上就要发出去的，可能有前面的一个数据包比你先到，那你就要在这排队。这个排队呢就叫排队时延，对吧？排队时延，下一步干嘛呢？好，这个包终于轮到了下一个该发你的数据包的时候，那把你的这个数据包从这个内存加载并真正的推送出网卡这一段叫什么？叫做传输时延，就是把你的数据包从网卡推送到网线上面，这段时间叫做传输时延。下一步干嘛呢？那就依赖于你的整条链路的长短，比如说你是从北京发往上海，还是从北京发回北京的总个时长，这叫传播时延。这个传播时延就依赖于整个的网络链路的长度，也就物理链路长度。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你想发一个包，首先这台网络设备我们可以理解成你的交换机或者你家里路由器，它有没有那么快的 CPU 的处理速度，它排队的总数据量，比如当前这个交换机的负载是只有跟你一台的手机啊、电脑在工作，还是家里有很多台设备它在负载，这叫排队，对吧？终于轮到你了，这台交换机它处理的你这个包发送到数据链路上，发送到网线上，这个时间快不快？这叫传输时延。最后呢，你这个数据是发送到上海、深圳、北京还是本地等等等，这个是取决于你网线的总链路长度，这叫传播时延。整个4个时延加起来才叫做你整个数据发送的节点的总时延。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分析你这个网络抖动、网络链路的总时延几百毫秒，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总的来说，你的网络设备性能越强，你的网络设备负载越低，或者说这台网络设备只有给你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那它当然总时延是最少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日常会遇到的这个我们日常会遇到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啊。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常见的这个我们用户啊，不怎么关注网络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家里用的路由器，或者前面还会有一个防火墙，都在前面帮我们顶着，对吧？我们也很难会遇到一些常见的网络的一些风险，但是并不见得我们不关注到就没有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叫 DDoS 攻击，DDoS 攻击其实在企业的服务里面遇到的是比较多的。它主要的呢就是说，当你的服务被很多僵尸网络、僵尸设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老的摄像头啊、老的手机、老的网络设备、交换机等等等，他们被黑客控制了。这黑客呢控制之后，可以使用这些大量的数以万计、数以千计甚至百万级的设备数量，同时去访问你企业的服务。比如说你这个网页，对吧？你这个网页有1万台、1亿台设备同时访问你这个网页的时候，因为你的防护措施不好或者是不到位，它瞬间的访问流量比较大，把你的服务带宽、你的后台服务的 CPU 全部占满，导致整个服务崩溃，这叫做 DDoS。它其实 DDoS 我们正常叫 DDoS，D 呢就是分布式，它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主要就是大流量访问网站服务的时候，然后呢你的这台服务呢过载，就瞬间过载，比如说网络带宽过载、CPU 过载、内存过载，导致服务崩溃。下一个这个安全问题呢叫做数据嗅探。这个其实有一些是网络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比如我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以前这个2G 网、2G 短信，其实它是明文传输，而且它的加密措施非常低，或者说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加密。那有些黑客可以用一些工具直接嗅探到你的短信，大家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去搜一搜的，
叫做2G 短信嗅探，或者说短信抓包。感兴趣的可以玩一玩，对吧？这个因为2G 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老的一款协议了，慢慢的也面临了很多安全问题，所以大家现在启用4G 啊、5G 啊等等等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呢，也有办法，比如说用一些工具强制的把你周围信号，把你的手机降级成网络降级成2G。那这个时候你再收短信的时候还是启用2G 网络，这个叫做频带压制一种工具，只要让你的手机在我的工具范围内，你的手机就搜索不到4G 网络或者5G 网络，只能使用降频段使用2G 网络，因此我可以继续抓包。那很多网银交易的短信啊，都是这么被别人抓走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网络攻击，叫做网络木马。这个网络木马主要是因为我们个人上网啊，或者说是安全意识不足，被一些黑客呢诱骗，我们下载了一些不安全的软件，然后呢，这个软件有很多小动作，比如说把你的通讯录上传呀，后台访问一些黑客木马的程序啊，下载下来，然后呢，使至于你的手机被黑客远程控制。那能控制完之后能干嘛呢？比如说你有前置摄像头，你有后置摄像头，它可以随时在不经过你任何申请权限的情况下，就可以抓拍你的图像。比如说当你玩手机的时候，对吧？你的手机前摄像头可以瞬间抓拍你，那你想想很可怕，抓拍图片，或者说远程看你在干嘛，对吧？很吓人的。录音也同样，如果你的手机中了木马中了病毒，它可以一直录音监控你说的话，甚至你家里说的话一些机密的信息。那转账，对吧？后台直接操作你的一些 APP 就可以转账。定位，你的 GPS 打开就可以随时定位。拨打电话，可以利用你的电话拨打一些非法的诈骗电话呀，这都是可以的，发短信啊都是可以的。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安全问题呢只是我们不常见，但是但凡你遇到了一些经历了一些被黑客攻击的事情之后，你的损失会比较大。那建议我们在日常使用中一定不要下载非安全渠道的这个 APP， 特别是安卓手机。苹果呢，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个商店，审核的比较严格，对吧？而且它还不支持侧载下载，就不支持你自己去下载应用安装，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安卓呢，因为它本身权限比较大，你要是在一些应用厂商的应用商店里面下载还是 OK 的。但如果你自己去从非法的不安全的网站下载一些应用，那你很容易就被黑客攻击、被控制，然后呢经历了一些财产的损失。好的，那我们这章内容就到这里。